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牛，我现在在上海寸土寸金的陆家嘴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补一下日本之行没有吃到的日本料理。第一家听说是好吃又实惠的大阪烧小店，下一家东京米其林1星的拉面。但是上海这个分店点评上只有3.7分，到底会不会踩雷呢？我们得去试看看。那最后一家我最期待的蓝鳍金枪鱼的开鱼秀，然后大口吃蓝鳍金枪鱼的各个部位的刺身，蛮期待的。来，跟我一起走起。第一家店是在附近的1088广场里面，穿过美食广场进来一个小拐角里面，现在刚开门，去看看。不知道要点什么，请这个老板安排一下，就150块，开个盲盒。来，第一道牛腩蛋卷，很快速的就炒完了，而且牛腩给的蛮多的。来，一口，有功力，牛腩很软嫩，蛋卷很软很丝滑，微微半熟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里面还有加了这个蒟蒻，多了一个那种 Q 弹的口感，跟肉和蛋一个对比，还不错。老板，第二道上什么？牛肠豆腐。就一块吃挺嚼劲的，你试试。哎，好的好的。牛肠是神户喜欢吃牛肠是吧？日本人喜欢。日本人喜欢吗？而且日本人跟我们中国相反，他喜欢吃有嚼劲的。就是口味比较重的。对。好。第二道豆腐牛肠，试看看这个牛肠。上面是看到牛肠的皮，然后下面就是肥的。第一次试看看，挺有嚼劲的。牛肠的肠壁还在嚼，旁边那些肥油就爆汁了。这一块看起来肠壁比较厚，没那么多肥油，不知道口感是不是一样。好有嚼劲，牙口不好可能吃不动。豆腐。哦，好烫！就这丝滑嫩豆腐混上一点那个牛肠的味道。好，谢谢。猪五花裹了芦笋，加了点姜下去煎的，来试看看。外酥里面有芦笋的脆甜，然后再包上猪五花那个油香，甜咸交织，可以，可以。现在上大阪烧了。不然。葱花木鱼花。啊，漂亮！用一个大阪烧来收尾，是海鲜口味的，上面放了一些煎鱼的碎片。好烫，上下为酥，青菜为脆，然后中间综合的大阪烧，各种各样东西都有，味道蛮好的。
老板谢谢啊，好吃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谢谢，拜拜拜拜拜。吃完了那个大阪烧，点了4个菜，总共是178，大家觉得价钱如何啊？那总体来说就是感觉还蛮不错的，是个不错的体验。不过老板说最近这2天生意断崖式下跌，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挺过这一波。希望不管是在家休息的小伙伴，还是餐饮业老板，加油！来下一家，我们去吃东京米其林1星的拉面，走。国金中心算是上海寸土寸金的地方，看到后面那就是东方明珠，来去看看。国金中心还是有点人呢，没有想象中冷清。来，现在到 LG One 吃拉面。好来，一位。好。哎，好。我感觉就点个拉面定时吧。贝汁盐味拉面，一口冻小吃，还有饮品。贝汁盐味拉面。好，这碗面是本店特色拉面，需要帮您介绍一下吗？拿到我们所有东西啦，东西上台蛮快的，前菜，然后小碗冻，一口汁豚，冷泡焙茶，再来呢就是我们重头戏贝汁盐味拉面，他们的招牌，喝起来还蛮讲究的，有几个步骤，等一下我们试看看。腌黄瓜，蛮精粹的，咸中带点甜，不错。然后下面一口汁豚，这个蛮不错的，外面很酥脆不油，里面是猪薄片，中间夹了一大块的芝士，汁香浓郁，那挺好吃的这个东西。中间来喝口茶，干，清甜好喝。现在要吃面啦，先喝一口它的清汤。确实是很多重的韵味，感觉大骨的味道，还有一点海鲜的味道交织在一起，然后稍稍偏咸了一点，可能日本人口味就是偏咸吧。来吃面。面的口感偏软，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在这边泡了一阵子，但是能够带出这个汤汁来，还不错。来，剩下它的肉，3层肉，薄薄一片，肉味蛮足的，上面的肥肉有点 Q。来，下一个是低温叉烧，试看看。发票小票交。还是蛮有嚼劲的，还不错。但是我觉得跟港式叉烧比起来，还是有一些差距。咖喱牛肉小碗饭，吃看看。咖喱蛮香的，牛肉也软嫩，不过没什么出彩的地方，跟日式咖喱块煮出来的味道非常相似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也算是打卡了米其林1星的拉面了。汤头的滋味确实不错，很丰富，虽然有点咸。那对我来说，就是来试一次就好了。平常可能不会很想要来吃。来，下一家也终于要看金枪鱼开鱼秀了。那我找了个上海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吃。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柯，我是丹游在上海的邻居。你看过这个开鱼秀吗？我从来没有看过，是第一次啊。我也没看过，走，我们去见识一下。走。对 ，OK。台鱼，开好箱准备台鱼啊！哦，哇，80几公斤，160斤左右。哦，有80几斤。哦哟，哎呦，这
都断了，这样都断了。哇，哦哟，先让师傅开了啊，我们老先开一下啊。手臂在后面一点。接下来那个长旗的还是黑倒的？长期的。长旗的啊，好。因为到1/4有一个几分钟3天嘛，其他人下架的话，下雨的话我们再从别人家里过。这都是日历好的，直接都排好了。6分钟。慢点啊！咱们现在开了个背啊，背啊。那骨肉别看它啥，它很嫩的。现在咱们挂的那个肉呢，没来是不是豆腐大概多少钱？如果这是养殖的嘛，养殖的话会稍微便宜点。在不到10万块钱。这个就是货。这个就是刚才先生说的这个金三角啊，这金三角就在这个位置。现在是背的是吧？背的肉。我每个礼拜开一次。这个是沿着骨边切的吧？对，等它带一点肉下来，它就是奇怪。小区的猫也喂。对。哦，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。漂亮漂亮漂亮。它会崩啊，它会飙。可以可以。标出来。它是部位不一样。要抢是吧？这个是不够卖的。这开鱼开了大半，人都走光了，待到最后面好处就是拿了个骨髓来吃看看，看看鱼骨髓，来一口。哦，果冻般的大海吞入口中，大海的鲜味爆出来，蛮有趣的，可以试看看。这个就是把刺身和中指分开。这是中指里面油脂最大的一个地方，对，白色的，但是它的筋就越多，像下面这个越白越粗。刺身、中指，然后这个是大指，看到差别没有？感觉放在这边都要化掉的感觉。我们做的比较简单，没有吃萝卜丝这些。没有需要，因为量太大了，根本就干不出来。好，那谢谢老板，我去品尝了，就切好了哈，谢谢老板。刚刚那个老板在外面直接帮我们切的刺身、中指、大指，我们马上吃看看。第一个就是刺身的，来，先沾点酱油 ，Cheers。哎，好的。好吃的，完全没有鱼腥味，就像一个果冻这样化开来非常的充满了这种鱼的味道的这种感觉。对，微微的酸味，好吃的。下一个我们试看看中指，沾了点酱油了 ，Cheers。这已经是接近要化掉了，感觉非常的不一样，更加的绵软。而且你在搅的时候，那个油香味跑出来了，对吧？这个就明显的油了很多，是的，香。下一个我们试看看大指，我们稍微沾了点酱油，Cheers。哇，真的是油香油香。这个基本上没有任何咀嚼的感觉，就直接下去了。微微的那个酱油带出那个咸香的那个鲜味，但是本身还是那个鲔鱼那个脂肪，香。没吃过这样的，没吃过吧？我是第一次吃大指。这一片好像是68吧？大家觉得价钱如何了？有
加了。可以，好。好的。新加鱼泥饭哦。好，谢谢。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上酱油哦。加点了骨肉脑天，对，我们先从骨肉试看看吧，沾了点酱，试看看，来 ，Cheers。也不错。也是很软嫩的，对，跟那个刺身其实没有太大差别。骨肉呢，师傅的技术越好，切得越薄。我觉得我吃的这块还蛮厚实的，这谢谢老板。下一个我们试看看脑天，沾了点酱，一样。Cheers。很油很香，不过稍微带了一点筋，接近于大指的味道，但是多了一点筋在里面。感觉这个部位性价比还蛮高的，大指的一半的价钱，可是口感已经有点接近了。鱼泥饭也上了，然后我们把它拌了以后分成2碗了，试看看吧。好的，来一口。Cheers！ 哎，你好小口啊，大一点是吧？好，再多一点。OK， 来。也不错，很软绵细腻，而且加上这个寿司饭，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，对，配合在一起非常的好。而且口感上有个对比，粘稠滑顺，配上那个稍微 Q 弹的寿司米，那我觉得还不错。不错，再来一口，再一口，来，干，可以，还不错。老板吃完了，吃得很好，哎，谢谢，拜拜。来，我们吃完了，那你觉得这一次吃起来哪一个最推荐大家来试呢？最推荐的，我觉得还是鱼泥饭，油脂的味道非常的就是印象深刻。对于吃一顿中午饭来讲，非常的这个实在。对，98尾元一份就可以吃到大指、中指的那个味道了，非常不一样。那如果经费充足，也是可以建议大家试看看大指，还有鱼骨髓不错，可以试看看。像果冻一样，神果冻。对，非常特别，不错。而且走的时候，老板还把那个边角料啊、鱼骨啊、血肉之类的，给我拿一袋回去给猫咪吃，还不错的，非常不错。只要有物价购物量，有吃有拿。好啦，那这个就这个影片啦，大家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啊！B 站小伙伴一键3连，拜拜。